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这几天中南海干了2件拧着来的事，一边公开潜射战略导弹，一边背地里给白宫送投降书。7月6日中午12点01分，一艘解放军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深处从水下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据外媒报道，落点在南太平洋。这一次是新华社自己掐着秒表，发射完刚1个小时就主动通报全世界。要知道，以往这种事向来是外媒先披露，北京被逼问了才认账。可更怪的一幕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后，北京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的是总台央视自家的记者，习近平主席是否已向美国总统致贺电，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发言人毛宁立刻确认发了，自己人问自己人答，等于北京自己搭台，把这封捂着的贺电亮给全世界看。咱们早就讲过，中共的枪杆子已经不听塔尖上那位的了。既然是这么一个状态，7月6号这枚导弹到底是替谁打的呢？说白了，生意中共必须跪着跟美国做，可他又怕美国趁机掀桌子，更怕中国老百姓看出他软了。这核潜艇出来发射导弹，就是替共产党镇场子的。现在的中共党内没有一派已经完全赢了。先说中共保守派，代表人物是曾庆红这些红色家族的老人，他们要的是保党、保军队、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的红色特权，他们手里攥着的本钱是陆军。再说改开技术派，就是管经济、跟外面做生意的那批人，他们心里清楚，集权这台机器快没油了，他们要重新开门，把外资、美元、订单拉回来，给机器续命。而在中间压阵的是胡锦涛，他要的不是让保守派吃掉改开派，也不是让改开派清算保守派，而是先把船稳住。同时趁着两派在前面打得不可开交，胡锦涛在后面悄悄往军队里插自己的桩。明白了这3家，7月6号这一天就看懂了，送去白宫的贺电是给改开派看的，门可以重新开，中美关系可以重新谈，习近平过去那套斗争外交可以往后退。太平洋里砸下去的导弹是给保守派看的，枪不能交，党不能倒，红色江山不能被趁乱掀掉。这种拉锯在军队里表现得最露骨。中共打天下靠的就是泥腿子陆军，老帅系统、野战军传统，红色家族的根全扎在陆军这块老地里，向来是保守派的铁盘。而海军是这些年习近平塞人最多、最想抓在手里的。正因如此，海军现在成了最需要被验货的地方，就是把这些年习近平提起来的将领一个一个过筛子，查清楚他到底听谁的。查完了，这支海军才能放心接管。空军反而不一样，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正因为没人把他当宝，当年胡锦涛才容易在空军下手，安进去的人扎住了根。您注意到没有？近期军委机关里冒出来的几个新面孔，空军背景越来越重。比如7月3号刚升上来授衔的王刚就是空军出身，他就是胡锦涛和改开技术派在军队里钉下的一颗钉子。至于跟王刚一起升上来的张曙光，他是张幼霞那条线的人，提拔张曙光是给军中保守派分一块蛋糕，安抚他们，不是要把你们赶尽杀绝，你们的人照样有肉吃。这就是现在最微妙的地方。那些军中老人、党内保守派元老一度恨习近平，恨得咬牙切齿。江泽民的最后那笔账，张幼霞和刘振立生死不明，每一笔都带着血，他们恨不得明天就让习近平在新闻里消失。但盘算到最后，他们发现如果现在就把习近平彻底踢倒，真让中国重新彻底改开，那他们自己的特权日子也就到头了。因为大门一旦彻底打开，老百姓要算账的可不单单是一个习近平，而是整个红色家族几十年来敲骨吸髓的烂账。所以真正的争夺点落在习近平怎么下台上。让他接着独裁不行，让他现在就彻底滚蛋也不行。这块牌子眼下还有用，9月份他还得去一趟美国，替这帮人把松绑弹回来，把钱要回来。也正因为谁都还没赢，
两派现在抢的是同一样东西，军队里的位子，地方上的官员。眼下的格局，空军基本在改开派手里，陆军攥在保守派手里，两边都在加速往要害位置上安自己的人。但是党不能倒，枪不能交，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起异心，这枚潜射导弹随时可以砸在任何人的头上。我们来看看7月6日这一天，官方宣传口演得有多憋屈，多精神分裂。翻开新华社当天的头版，上面规规矩矩地挂着2封国事贺电，一封是给黑山祝贺建交20周年，另一封是给秘鲁的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总统。可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迎来建国250周年的超级大庆，中共的官媒上连一个字都没有。不对呀，今年5月川普访华，习近平在国宴上可是端着酒杯主动提起过这个日子，结果到了7月4日正日子，新华社直接装瞎，一个字不发。这下墙外的舆论当场炸了锅，中南海连个贺电都没给川普发，中美关系是不是要彻底崩盘了？这风一吹，北京的冷汗瞬间顺着后背流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已经进了 ICU 的重症病人，急等着美金来吊命。要是让华盛顿真信了，北京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那接下来的关税绞杀、芯片断供，可就一丁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于是就有了7月6日下午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那出戏。刚才咱们说了，起身问贺电的不是外媒，是总台央视自家的记者。这一问就是安排好的，北京等不及别人来问，干脆自己人递话头。毛宁接的也痛快，发了，已经发了。随后外交部官网把这段一问一答原原本本挂上网，生怕华盛顿瞧不见。南华早报事后补了一刀，北京历来不公开给美国总统的7月4日问候，翻译成人话就是不是以前不发，而是年年悄悄发，只是从来不敢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这张报纸可不是随便插嘴看热闹的。南华早报是阿里巴巴的产业，北京管得住它，可它又是英文报，华盛顿的智库，国务院里管中国的那帮人天天都在读。这些年北京有什么话不方便自己开口，多半就走他这个口子。所以这句历来不公开是替北京带话，收件人就是华盛顿，带的话掰开了就是这个意思。您看清楚了，我不光今年给您发了贺电，我以前年年都发，就是不敢认。今儿我连这个老底都先给您看了，我对您这份心够不够诚？您品品这个姿势，把几十年偷偷摸摸的暗账一次翻出来当见面礼，跪都要跪出资历来。这一认领等于把北京的投降信公之于众，国内老百姓头一回全看见了。但光是一封贺电可买不回美国人的原谅。为了给9月24日的访美铺路，新当家的班子这几天送给华盛顿的政治大礼包一个比一个沉。就在导弹上天的同一个礼拜，北京突然放人了。西安教会的创办人金明日，北京家庭教会的标杆，关了这么多年死活不放，这回直接包机送货上门，安全送达美国。这在华盛顿的保守派和国会山眼里是能当场变现的政治大礼。再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老盟友伊朗的。德黑兰给哈梅内伊办丧事，换最高领袖，这是伊朗几十年一遇的大场合。北京派了谁去？何为？农工党中央主席，头衔听着不小，可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就是统战养着专门出席场面的民主党派花瓶，给铁哥儿们伊朗派花瓶去敷衍，给死对头美帝连夜送人质，自家记者搭台认贺电。这一切的低三下四，割肉求饶，全是为了让习近平在9月24日能顺利跨进华盛顿的大门。但您千万别误会，此时去美国的习近平可不是去展现大国领袖风采的。军队的事儿咱刚才聊过了，空军在改开派手里，陆军在保守派手里，哪一支都不听他的。家里的蔡奇又失了势，他去美国只是替后方新当家的元老班子跑腿，去递一份退场协议。
去求回救命的洋钱。所以您看明白了吧？这场当众认领贺电的戏是北京自己主动演的，可逼着他演这场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信年年都在发，恐惧今年才露了馅儿。您看中南海这帮人，一天之内又是下跪又是放炮。咱们隔着太平洋看戏，最要紧的是把自己和家人这副身子骨看住了，才能把这场戏看到散场。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切片、泡水、含服都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G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说回正题。很多人可能会纳闷，江峰，你刚才还说中南海新班子正在向美国下跪投降，那为什么在同一天中午他们还要往太平洋里打一发核导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您只要稍微懂一点街头混混的心理学就全明白了。一个兜里没钱，家里又正在分家产的破落户，出门去跟债主谈判，最怕债主看出他的虚实，直接动手把他给抄家了。所以他一边在衣兜里死死攥着那封准备递过去的投降信，一边必须在跨进大门之前，在大街上当众把腰里的手枪给露出来。这就叫穷兵黩武的底色，越是恐惧越要装腔作势。中共拿导弹吓唬美国不是新鲜事儿。2022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东部战区连着往台湾周边打了10来枚东风导弹，有的从台湾岛头顶上飞过去，有几枚直接落进日本家门口的专属经济区。那时候官媒什么调门，战报一份接一份，小粉红刷东风快递刷得热血沸腾。2024年9月，火箭军又往太平洋公海砸了1枚洲际导弹，44年头一回打全射程。专家排着队上电视讲可靠的核反击能力。再看这回，照台湾方面的追踪，这枚巨浪从南海出水，从菲律宾吕宋岛的头顶上飞过去，落点在瑙鲁和汤加之间。新西兰当天就跳起来抗议，说这弹砸进了南太平洋无核区。可北京自己的通稿呢，拢共3行字，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完了，哪艘艇、什么导弹、从哪儿打的，一个字不给。您把这2幅画面叠一块看，以前发的不是什么大导弹，但是喊得很吓人。这回拿出来的东西是他们家最大的，可是狠话一句没有，怕把人惹急了。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态度，当天东京立刻跳脚，说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导弹试射计划。您听这话音，东京连计划2字都知道，可见通稿里那句事先通报不是虚的，条子是真递到了日本手上。这画面可太滑稽了，北京一边在水底下放炮，一边像个老练的谈判贩子，按电钮之前先给对方递个条子。老哥，我一会儿在水里放个大炮仗，您别误会，我可不是疯子，我懂规矩，您千万别还手。吓唬你又给你递台阶，这种别扭的分寸感，正是家里吵翻了天又生怕引火烧身的最好写照。而就在同一天上午，青岛港里，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演也拉开了大幕。俄罗斯人把破旧的瓦良格号巡洋舰和核潜艇开进了青岛，两边号称要在海面上真枪实弹的大干一场。可就在开演的前一天，7月5日，新华社酸溜溜地登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普京跟川普通了电话。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泥潭里已经快把血流干了，全指着北京的经济管道在吊命。可北京这边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买油可以，价钱往死里压，至于真金白银的军援和输血一滴都没有。前阵子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来北京讨饭，最后只能拍拍屁股空着手回去，1分钱没要到。普京心里太清楚了，中南海根本靠不住。
只要美国肯稍微松手，给个台阶儿，俄罗斯随时会把北京卖个好价钱，掉头去跟川普做买卖。北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济上拿不出钱来赏给叫花子，场面上就必须把戏做足。这场军演就是北京搂着俄罗斯拍的一张廉价合影。好兄弟，看好了，我的贺电只是外交敷衍，你看我这不还打着导弹陪着你演习吗？你可千万别先跟川普掀了桌子，把我一个人晾在风里。这一天之内的连环大戏，逻辑不就彻底串起来了吗？上午的军演是搂给莫斯科看的，刚才那句话就是全部潜台词。中午的导弹是打给华盛顿看的，我家里虽然在交班，但我手里还有家伙，你别趁火打劫。下午的贺电还是给华盛顿看的，导弹打完了，气消了吧，咱坐下来重新做生意。这一天之内，美国和俄罗斯、中共两头都在哄，两头都得罪不起。这就是中南海眼下最真实也最窝囊的处境。门面上笑得越是周全，说明屋里分家产的动静闹得越大；太平洋水底下的导弹砸得越响，说明后方的军权越是不稳。如果您把视线从太平洋拉回中国大陆的地面，会看见一幕更让人不寒而栗的奇景。就在导弹上天的前几天，国内官媒还在大张旗鼓地喊民营经济舞台广阔，急着把外资和私企重新骗回来。可就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陕西最大的商场西安赛格里，一个叫严鹏的民营企业主从商场高处纵身一跃，当场粉身碎骨。严鹏是退伍军人，陕西利和商贸的董事长，他的生意做得不小，阿迪达斯、耐克这些运动品牌在陕西的代理都攥在他手里，店开了上百家。可仅仅因为4年前他的员工在商场促销活动里违规拆分了几张优惠券，赛格商场就对他开出了1145万的天价罚单，还以此为由强行扣住他的货款不放。您听听这个理，罚款那是执法机关才有的权利，一家商场凭什么给商户开罚单？可在西安他就敢，他还真罚成了。4年他上诉无门，官司打不赢，货款拿不回，资金链彻底断裂。走投无路的绝望里，他在朋友圈写下遗言，用命控诉赛格的暴行，然后从高楼跳了下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尸骨未寒。可赛格商场的保安和保洁在警察和救护车还没到场的时候，就擅自用紫色布子裹走尸体，用水把地上的血迹冲得干干净净。1个小时后，商场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重新开门营业，接着数钱。严鹏死后，西安的老百姓自发去商场门口送花，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如临大敌的在门口维稳，强行没收鲜花，连外卖小哥送来的花束都要拦下来检查。他们是怕老百姓从这堆鲜花里看透这个体制吃人的本质。这就是中南海嘴里的民营经济舞台广阔，你做大了，就是红色权贵和垄断资本眼里随时可以收割的肥猪。你反抗，连死在路边的资格都没有，血迹1个小时就冲得一干二净。把这2幅画面放一块看，中南海的底牌就全露了。他们急着发贺电，急着喊支持民企，是钱袋子彻底见底了。地方债务暴雷，军费年年飙升，他们需要洋人的美金，需要民企的税收来给这台臃肿的集权机器续命。所以他们可以对美国人下跪，可以送上最温顺的笑脸，但对国内这些指望做生意发财的人，手里那条带血的皮鞭1寸都不会松，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一旦松了手，这14亿被压榨了半个多世纪的奴隶会瞬间把他们的红色牌桌砸个稀巴烂。说到这儿，7月6日这一天的3场戏就全对上号了。之前咱们问过，那枚从水底下打出来的导弹到底是替谁打的？现在可以把话说死了，他不是替习近平打的，枪杆子早就不听他的了，他是替这个党打的。对外面，导弹说的是政权不能碰，贺电说的是生意接着谈。对里面赛格门口被抢走的那堆鲜花说的是我可以给美国下跪，你不许给同胞送花。枪
从来不保哪一个人，枪保的是党。皇帝可以换，路线可以调，只要枪还攥在这个党手里，鞭子就不会松。哪天要是他们自己人先动了家伙，那才是真正的大戏开场。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江风世界，咱们下期再会。